到了80，就是什么经典作品都看得到。录影带是一个关卡，然后 DLD 是另一个关卡。当然，另外就是电影图书馆的成立，非常重要，推动电影的集中地，而且很多人就在那边互动的交朋友，然后一起看书，一起看电影。那个时候，徐立功先生放了德国的、法国的、国内的影片的播映等等。然后到后来，徐先生接办金马国际影，他找我跟陈国夫一起做策展，就比较有方向性的选择了影片。陈国夫跟我2个非常坚持，任何国际影展都不能这样子审片，因为审片本身是干预艺术表达自由，会是国际丑闻。那个时候的新闻局开始有某一种开明化，所以这个审查制度回归到资料馆自我审查，可是就等于没有真正审查。电影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可阅读、可看电影、可什么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吴文忠后来办那个太阳系，他必须要办影响的延伸性的专刊。所以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这种电影的阅读群。那段时间，各个报纸，包括民生、包括中时、包括联合等等，全部都有影评栏，有一些是消费性影评栏，有一些是比较详细分析性的影评那可以算是非常有趣的百家齐放。可是消费性影评它多多少少就受限于字数，可是事实上它非常有影响票房的效果，尤其是给很多观众是按照给几颗灯、几颗星来做他的买票的选片的。评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是比较希望往回电影产业拉，有些是希望往着电影创作的革新性去拉。在金马的时候尤其明显，就所谓拥侯派、反侯派所谓的那种声音出来。台湾新电影之所以起来，是因为整个电影产业往下走。70末踏入80初的时候，其实是国片跌到谷底时候，我觉得反而是一个翻新的时代的开始那包括琼瑶电影、军教电影都不卖座了。那个时候，香港新电影在1979年开始就已经起来了。发展出他们极具有实验性的作品，那当然最有名就是谭家明的《七旅信》打出来，以此作品献给上卢高达。香港在那个时候，庆会书院林彦同先生特别从中国大陆引进了某一些电影在香港放映，包括古典电影所以。我们第一次看费穆的1948年的《小城之春》，其实就是在那边看，包括张毅，也是在那边看。为什么特别提张毅？因为里面的长单镜头跟调度方式，其实影响张毅的郁金嫂非常之深。电影宣言就是他后面的就是虽然新电影后来在各国的影展已经备受重视了，而且政府单位也了解到重要性，包括《悲情城市》后来的白色恐怖的禁忌也解开了新电影完成了它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可是其实作为一个电影文化的期待是不够的。我觉得80年代的人应该很感恩了因为活在最好的时代，活在我们这一代，达成了很多开放性的、多元性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整个80年代在这方面的推动有它的历史价值，没有需要太多担心，而只有自己的想法，
梦想，然后努力去推动达成某些自己都没想到的目标。现在新一代的他们其实有更多想法，而且应该也是相当好的想法，可是环境没那么好，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是更多的。大数据调控的很恐怖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掌握了更庞大的社会资源，让所有的 alternative 变成非常非常高度的边缘性，所以主流会变更主流，这个东西是严重的。